有事儿啊？小声点儿，别吵着我娘和我妹妹睡觉。对了，一会儿给白风和白梅安排在另外2个院子睡吧。小姐，五王爷派人来了。五王爷，他叫我，该不是现在要见我吧？这个时间了，那个长得雌雄莫辨、脾气古怪的五王爷，要见我有什么目的？正是，已经有人在外面等着了，小姐。知道了。有没有什么埋伏啊？小姐多心了。我若是不去，是不是后果很严重？小姐，还是不要叫王爷等久了吧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我这就去。前面那是邹氏母女，看起来刚探望完谢阳那老狐狸的样子。直接无视掉他们吧。娘，这个丫头真讨厌。别急，用不了几日，他们还会像5年前一样灰溜溜地走出谢府。你还是嫡女，就等着嫁到王爷府上。娘亲所言甚是。小姐到了，前面就是了。回去吧，不用留门，别去打搅我娘和我妹妹。是，这5年里发生了什么，会叫当初那个唯唯诺诺，连只蚂蚁都害怕的谢慕言，变成了今日的样子？在那个小小的身子之下，似乎住着一个庞大的人。他能力超群，武功盖世，思维敏捷，手段强硬。谢慕言回来之后，谢府不会安宁。我不喜欢做这个东西。说吧，你们家主子在哪里？我直接过去。还有，想杀我呢，就趁现在，也叫那边的王德看见，回去好生对府里的人说说，高兴高兴。要是秘密的将我杀了，谁都看不到，那不是白费功夫了？牙尖嘴利。谢小姐，请。不请，我说了我不喜欢坐轿子，非要强迫我呢，我就不去了。你看哪种方式可行？难对付，请。唉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了。那好吧，我回去了。唉，王爷在前面的富锦楼等谢小姐。初次见面就定在青楼，会不会看到那个妖孽正在与一个香艳无比的女子卿卿我我啊？这个未婚夫还蛮有趣的，想要见自己，只不过是因为不想娶自己，所以才会给自己一个下马威。那就快走吧。起轿。谢小姐，我们到了。知道了。这就是青楼。花红柳绿的衣衫之下，尽是高挺的胸脯。招揽客人的手绢上，不知多撒了多少香粉。这味道呛得实在难受。王爷在邱姑娘房里。等等，我怎么知道邱姑娘在哪里啊？可恶，就这样走了。王爷，谢姑娘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？继续抚琴便是。本王想小睡一会儿。是。妖孽，你搞事情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找错人了。你们继续。是谢小姐吧？王爷睡了有一小会儿了。
哦，睡了。王爷，谢小姐来了。毕竟这个身体也才11岁。王爷既然已经睡下了，那就不必唤醒他了。我改日再来。知道了，秋，你先退下吧。谢小姐，这是王爷的衣服。啊？王爷就交给你伺候了。本以为习武之人的身材一定差不了，尤其是常年在外征战，身上应该有伤疤，皮肤也应该是麦色的。可这妖孽不仅皮肤白皙，而且肌肉紧实，看起来弹性十足，简直香艳。递过来。什么？衣裳。自己过来拿，又不是没手没脚。本王竟与这样刁蛮的丫头有婚约。这如丝织般的秀发，俊俏的脸庞，真想上去舔她一脸。谢慕言，关于婚期，婚期不作数，定在明年年初。我不同意。一切事宜已经在办，你只管在谢府等。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我说了，婚期不作数。我不是谢府的嫡女，先皇圣旨上只说是谢府嫡女，可我不是。哼，本王说你是，你就是。我不同意。由不得你。是，由不得你。我不喜欢被人逼迫，别逼我，不然我可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哼！啊！堂堂一个王爷，就是这样感激你的救命恩人的吗？你怕了？我怕你不杀死我，到时候我会加倍偿还给你，王爷。哦，王爷，若是没有事，我想先回去了。还有，你的奚落和讽刺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我想，我一点都不在意，所以你的算盘怕是没成。不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此刻要是不走，这个男人要真想对我做点什么，还真不能反抗。毕竟他是王爷，捏死我全家都绰绰有余。我不能因为自己连累了母亲和妹妹。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留下。好，我留下。王爷可以回去了。你也会怕，杀了谢阳的杀手的人也会怕。有趣的丫头，也不枉当年李左相对你的保护。李左相，就是我外祖父。你说什么？不枉费李左相对我的保护，是什么意思？看来这里面的关系没那么简单。来人，王爷，这是要下逐客令吗？送谢小姐回府。是。这妖孽到底是敌是友？反正来日方长，以后也不会少见得了，只能慢慢试探他了。告辞。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，可爱的小家伙。盛夏的夜晚本应该是酷热的，不过帝都为了保障安全性，三面都由河水包围。从河面吹来的风真是凉，我现在又饿又冷。谢小姐，王爷的事情，我无权过问。这么冷淡啊？古代的侍卫都这么酷吗？话说回来，
这个人着装一身黑，若不是我主动和他搭话，才感觉到他的存在，不然就和黑夜融为一体了。说话冷冷的，也不怎么讲话，跟个木头人似的，真是个无趣的人。这样很难从他口中扒出什么消息啊。万景武功高强，内力深厚。我这个不会内力的人，斗斗左相府那些三脚猫还可以，至于对付他，肯定不是对手。但是我谢慕言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服输这2个字。或许有一天，我可以研制出一种药来，让服下药的人乖乖地说出所有的实话。这小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总之，先试探下口风。那你主子让你送给左相的那封信，里面说了点什么内容？哦，胸口那里塞着的应该是信封吧？要不然你也别多跑一趟了。这封书信，我帮你带给左相就行。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和叔叔练习搏击之术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既然打不过这位小哥，我就用抢的。啊！居然躲过了！不过还没完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实力相差太悬殊了。谢小姐，请您不要再胡闹了。看来用抢是行不通了。这个身体完全无法和我现代的身体相提并论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看来今晚的天气不太好，谢小姐，还请您不要再为难我了，不能与他再纠缠了，得早点脱身，回到主子身边。待会儿可能会下雨，所以早点回府歇息才是。他想要拿到这封信，是为了偷看信中的内容。这个未来夫人，真是难缠得紧。我这哪是在为难你，我这是想要帮你。怎么王府门外一个守卫都没有？他们是不知道我外出吗？臭王德，摆明是故意不留门，想看我爬墙出洋相，损我声誉，好借题发挥。哎，你飞进去，左边第1间就是家丁睡觉的地方，把他们叫醒了，来给我开门，就当是帮我的忙。本小姐今后会报答你的。王爷以前也受到过这种攻击。动作很利索嘛。尔等不等本小姐回家，就擅自离开岗位。真是该罚。小姐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上头吩咐我们今日可以早些休息，门外不管是谁的声音，都不要去理会。还请您不要为难我们。上头？是。他说的上头只有3种可能，那就是谢昂、王德，还有就是主母邹氏。谢昂不会这么无聊，把一个自己需要的女儿拒之门外。王德阿谀奉承，还没有这样一个胆量得罪自家小姐第2次。那么这个背后的指使者，就是邹氏无疑了。娘，你说谢慕言那个小贱人会不会留宿在武王爷那里？不然怎么会现在还不回来？那我们布置的那些岂不是都白费了？若是武王爷真的看上了谢慕言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傻丫头，胡思乱想些什么？谢慕言那个小贱人才多大，整个人像根黄豆芽一样，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不会看上他。我们婉容的手那么巧，又能弹琴又能女工，岂是那个乡村毛丫头所能比得上的？娘，蓉儿没有娘说的这么好啦，蓉儿到门口看看去了。婉容放心吧，身为谢家的主母，邹氏能够动用一小部分府内的侍卫，早些便派人守着各处的围墙，
等谢慕言那个小妮子回来。到时候翻墙跳进来的一刹那，就将他当小贼拿住。身为一个大家闺秀，却被自家的家丁当贼抓住。只要这件事情传播出去，谢慕言就是不想名声受损都难。我就不信了，堂堂五王爷还会要这个名声不好的庶女不成？王妃的位置终究只能是我家谢婉容的。都多大人了，还怕雷声？娘亲，你这柔弱的模样，如今是装得越来越娴熟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有哪个男人会对你不动心？都说母凭子贵，但是杨叔现在才6岁，等到他出人头地，我也已经人老珠黄了。娘亲，我怕。爹爹呢？蓉儿乖，你爹……别说了，好可怕，这样没办法睡啊。从娘亲房里传来的声音，是姐姐和娘亲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你爹爹今晚在张姨娘那里安寝呢。看来娘很是在意，可惜我不是男儿身，不能帮娘多争几分颜面。为了我们娘俩的地位，我一定要往上爬。杨叔，这个时间了，怎么在这儿？绿柳，绿柳，这是小姐喊我。姐姐声音太大了。绿柳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连小少爷跑出来都不知道，莫不是时间一长你就忘了规矩，忘了上次的苦头了？完蛋了，本来以为哄完小少爷可以歇歇，可是这雷雨天气把少爷吵醒了，他才会跑出去，得赶紧请罪才是。还不快给我滚出来！小姐饶命！奴婢不敢，请小姐饶命！还不快带小少爷下去安歇！若是小少爷出了什么事情，岂是你这条贱命可以赔得起的？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奴婢这就下去。小少爷，奴婢带您去安寝吧。这么晚了，他们为什么还不安歇？绿柳这个丫头，真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，连杨叔都照顾不好。有时间还是得治治他。可惜杨叔现在太小了，还不能够听到这些话。娘，杨叔他们回房了。如今小小的婢女也不愿意听我们使唤了，这家中的地位真是越来越不保了。娘亲还请放心，不管这次我们计策有没有成功，女儿都有办法，让张姨娘和谢慕言那个小贱人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们只要这样。哼，谢慕言呀谢慕言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这么久没回去，只怕娘亲和妹妹要担心了。屋里的灯还亮着，还好浑身都被雨水冲得湿哒哒的，分辨不出我脸上是泪水还是雨水。要是让娘知道我哭着回来，肯定会更担心的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从前没有父母的我，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羁绊和愧疚。我应该如何面对这个等自己回家等到凌晨的母亲？知道回来了。娘亲还没睡下呢。白凤、白梅，小姐回来了，快烧水去侍奉小姐沐浴更衣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娘，你身体不好。娘，小心！就让他们去做。
也别经常惯着那2个丫头，会越惯越坏的。木心已经睡着了吧？娘，我先扶你上床歇着，慕言自己会收拾，放心。好吧，快去，别着凉了。娘，我先过去偏房看看。那2个丫鬟是要收拾一下了，谁让他们是邹氏派来监视我们的走狗？哼！白风白梅，本小姐已经回来了，还不赶紧起来烧水伺候我沐浴？杀人啊！小姐啊！这种压迫感，真的是11岁的2小姐吗？若是其他丫鬟，我或许还不会太苛刻。这2人不动点真格，只怕会变本加厉地对待我娘和木心，这样根本不能养好娘的身子。丫鬟就要有丫鬟的样子，怎么，还想再试一次？不是。那你们2个还躺着？本小姐说过的话，难道还需要本小姐重复第2遍吗？这就去！白梅，你还傻愣着干嘛？是。哼，这娇生惯养的2个丫鬟，岂是我的对手？2人可是贴身侍奉邹氏的心腹。不过，等他们打水洗澡，有的等喽。找点事情做做去。好重啊！终于弄好了。娘，您身体不好，先去睡吧。我想在这儿看会儿书，顺便等洗澡水烧好。好吧，你不要累坏自己了。唉，娘亲也是操心的命啊。我就先看会儿这边的书，打发下时间好了。头有点晕，可能是刚刚下雨淋湿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换衣服，惹了些风寒吧。书上的字怎么都在转？小姐，水烧好了，我扶您过去吧。小姐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赶紧洗完赶紧睡吧，头沉得很。感觉好久没这样泡澡了，这些日子事情太多了，都来不及好好休息。姐姐，这声音是木心，头好沉啊。木心，姐姐，姐姐，木心，你冷静点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嘿嘿，姐姐你睡了好久啊，不过现在醒来就好啦。昨天你洗澡的时候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现在哦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哎，这样吗？我看看啊，姐姐，你的额头还是好烫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叫娘亲来。娘亲，娘亲，姐姐醒了，但是还是在发热，你快来看看。木心，我没事。好可爱。糟糕，话说不出来。
喉咙太干了，好想喝水。慕言，慕言，你没事吧？慕言，你总算醒来了。言儿现在感觉如何了？娘腿脚不好，让白风白梅那2个丫头给你叫了大夫，可是都1天了，大夫还没有过来。娘，没事，喉咙实在是干得厉害。水，你要喝水，娘这就给你倒去。水倒好了。娘，我帮你递给姐姐吧。好，小心点儿啊。好，姐姐，水给你。谢谢你，木心。没想到害他们这么担心。木心，娘亲，这个身体要比现代的身体弱很多。为了不让木心和娘担心，我还要多加注意。我打嗝了。姐姐，你喝水都能打饱嗝啊！娘，木心，你们就不要笑话我了，好丢人啊！喝水打饱嗝还是第一次。话说我之前在庭院种了些草药，现在可以拿出来熬制。对了，娘，怎么了？娘，我前几天种下的草药，有一种是锯齿状的，麻烦你帮忙采一下，熬成药就好。你这个小鬼头，娘去给你拿。自从娘亲回到左相府之后，似乎没有以前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忧郁感了。渐渐的也有一些贵族女子才有的自信高雅的气质，那是奴婢出身的邹氏无论也比不上的。不过白风白梅那2个丫鬟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现在我只是发高烧而已，还算小事。要是以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，一定要想办法整整他们2个，不然将来定会后悔莫及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锯齿状的草药，是这个吧？现在言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么懂得这么多药理了。言儿，药熬制好了，言儿趁热喝吧。这药的味道好像很苦啊。言儿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更难看了？其实我已经好很多了啦，不喝药也是可以的。木心姐姐，赶紧喝药啦，这样子才能好得快哦。木心啊，其实药也不能随便喝的，对免疫力不好哦。其实姐姐你是怕喝药的吧？你的理由好牵强哦。没有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？好了，你们2个别闹了。好吧，言儿还是赶紧喝药吧，病才好得快。小心烫。好。突然被这样照顾，感觉也怪不好意思的。这真是相当的苦啊，感觉舌头被侵犯了一样。这是蜜饯，吃了以后嘴里就不会有药的苦味了。吃了这个以后，感觉不苦了耶。嘿嘿，这可是我从白梅白风枕边偷来的哦。呀！心儿，你怎么可以去偷人家东西呢？谁让他们这么久了，还不给姐姐找大夫来？心儿，那你也不能偷，想要什么和他们要便是。娘的性情是不愿意惹事，可是在左相府那人都各怀鬼胎，偷窃是不对，但我们这是和他们借，并且是长久的借，我们必须反抗起来。仙儿做得很好，下次就应该把他们那里的东西全部拿过来。小滑头，病好些了就要教坏你妹妹了，真是为难言儿小小年纪要受这么多苦。哼，就你们2个玩，我也要加入。呀，父亲都已经病成这样了，你们还有心思有说有笑？谢婉柔这丫头一看就是来找茬的，难怪这一天都不见这2个丫鬟，原来是去请瘟神了。哼，正好拿来磨磨嘴皮子撒撒气。你父亲跟你母亲就是这样教养你这个大小姐的吗？进来之前要先敲门，这种连慕言都懂的道理，还要我来教你？慕言，你少说几句。
婉容啊，你说老爷子生病了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他还好吗？娘，你不必和他套近乎，偏偏挑这种时候来，摆明是来找茬的。父亲他已经被你气晕过去了，还有你，谢慕言，你可给我听好了，你那未婚夫武王爷可是要在婚前纳妾了，而且还是纳军机。小姐莫动怒啊！哼，我父亲身体如何，自有我娘跟大夫照看。岂是你一个贱妾有资格关心的？什么？那妖孽居然还纳妾，还是军机？什么人啊？啊？说完了？那你可以滚蛋了。还有，你现在可以把我的那2个丫鬟还给我了。虽然男人3妻4妾这个时代很正常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你没有给谢慕言添堵，反而让自己心里感到不爽快了。哼！娘，穆家羽帮我们把谢阳气晕了，让他吃了次苦头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娘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。物是人非。慕言、慕心，回来这个家也是苦了你们了。本以为回相府的日子会好过些。慕言，我和慕心就先回房了。娘，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这个娘。娘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呢？时候不早了，你病刚好转些，要注意休息。娘和心儿也早点歇息吧。看着娘亲牵着心儿离开的背影，充满了悲伤。刚刚谈话的时候，娘的精神也不是很好，再也不想看见娘亲如此落寞的脸了。邹氏，谢婉容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抢回来。啊，不知不觉天色都这么暗了，我还是早点睡吧。这古代的枕头都是这么方的啊。这桌上有新的衣服，不知道合不合身呢。对了，今早约了要和娘亲和心儿一起逛下庭院，赶紧去找下他们吧。终于有新的衣裳啦，虽然比较朴素简单，但是尺寸意外的合适呀。不知道他们起床没有呢？娘，心儿，起床啦！我们今天还要去逛院子呢。来了来了。好早啊，现在。早上好啊，木心。哇，姐姐，你换新衣服了，感觉漂亮起来了。是啊，木心，你反应太激烈了。换了身衣服以后，感觉姐姐的气质变了呢，有种城里人的感觉。这么夸张吗？你和娘亲也有新的衣服，也很好看啊。娘，心儿，我们今天去逛院子吧，今天的天气挺好的。哈，慕言这孩子换了身衣裳，着实也清纯多了。没想到这谢府中还有这么赏心悦目的地方。好漂亮的蝴蝶啊！真是好久没见过这院子了，还是这么沁人心扉。慕言，我有些累了，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。好的，娘。前面有个小亭子，我们去那儿歇息吧。老爷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这声音是张氏，让他们进府是一大灾害啊！感觉好像被人卖了呢。看来这张氏打算去谢阳那里告状啊。老爷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韵儿、芬儿一出生身体就不好，一直等到他们走了，身体才慢慢好起来。你看，他们一来，身体又不好了，他们不是灾星还是什么？哎，你快别哭了。老爷，臣妾委屈啊！堂堂左相二夫人，居然背着人暗地里说这么难听的话。娘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
慕言，娘，他们为什么要说我们坏话？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娘，木心，娘，心儿，我去救回，你们先留在这儿。姐姐，欺人太甚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声音是从这里传出来的，都在说什么呢？老爷，妾身委屈，你一定要替我们的韵儿、芬儿。张姨娘，莫太悲切，父亲一定会明白的。唉，女人真是闹心啊。父亲，张姨娘所说也并无道理。你看，自从他们三进府之后，父亲的病情也越发严重。女儿，怎么，你也要说他们母女的坏话吗？父亲，女儿只是更加担心父亲的身体。你想，那个谢木爷还把您给气晕了，而且母亲也……唉，这张氏自己没有一个大户人家女子的气度，反而怪起我来了，真是狗屁不通。背后说人闲话，素质怎么这样？恐怕谢昂也对这些夫人有点嫌弃了吧？哼，姐姐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希儿年纪还小，不应该参与此事，哄她回去先吧。心儿啊，姐姐和娘还想多走走。啊，那心儿也跟去就好啦。心儿乖，你好好看家，趁白梅白风他们不在，赶紧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。好吧，你和娘要早点回来哦。好的。心儿，路上小心啊。总觉得被敷衍了。唉，算了，年纪大的都是这么麻烦的了。娘，木西回去了，我和你去拜访一下他们吧。老爷，他们都是灾星啊，留不得啊！老爷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妾身觉得好委屈。慕言，要不今天就算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那可不成，这个时候不能退步了。言儿，娘都在这里了，不能退缩。这次不能逃避，一定要讨个说法，要让谢府的人知道，我们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这家里还有客人，怎么就吵起来了？啊！谢左相，这死丫头冷不丁的出现，真是让人背后发凉。哼，眼里的鄙夷也不藏着点。这些货色，想欺负以前的谢慕言和李氏还可以，现在还想和之前一样猖狂，门都没有。还好，这么好看的戏，没让万景占了便宜去。之前派万景给谢阳带了封信，自然派人好好监视谢府。能想象到谢阳看到那封信会有多生气，肯定会对谢慕言他们做点什么。今天心情好，所以亲自来看看。没想到赶上这么一出好戏，而且还是有关我未来小王妃的好戏。是我多疑了吗？总感觉有人看我。算了，现在是收拾这几个女人最重要。哼，不错，警惕性还可以。谢慕言，果然就是个乡野间来的野丫头。进门都不知道要先敲门的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不知道你娘有没有教你
不许在别人背后说坏话呢。别人用光的把戏还拿来玩，还真是蠢的可以。你，哎呦，老爷，你看看这丫头。老爷，闭嘴！给我出去！哎呀，老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可以啊，这邹氏卖起骚来，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。娘，爹爹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哼，这邹氏母女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谢慕言，娘，不要争了，现在不是争的时候。父亲现在要的是温柔体贴。母亲再这样闹下去，恐怕爹的脸色不好。这次就算了吧。好吧。看把邹氏气的，这才只是开始哦。看来穆家羽在谢阳的心中还是挺有威慑力的，不然记忆中谢阳对邹氏的恩宠，他绝对不会这么残忍的对他。不过想想也是，穆家羽这个人，上次在邱姑娘的房间，呸，干嘛去想这种事啊？真是的。唉，王爷，哎呀，被发现了。王爷，他还是那么风度翩翩、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宛如天上的仙人一般翩翩下落。你见过武王爷？这么看来，刚刚武王爷一定是在这附近了。还好我没有丢失形象，我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大家闺秀。哼，至于那个谢慕言，看什么看？他这是什么态度？居然敢在王爷面前摆架子！不过是个没发育完全的豆芽儿。这丫头真是让人火大啊！王爷，谢左相，是本王冒昧了，若有打扰，多多包涵。哪里，王爷肯来，是谢父的福分，哪里敢不包涵？想到他上次提起令牌的事情就发寒，那本王就进去坐坐了。这哪里是有道歉的样子？王爷，里边请。你府上挺大啊，见笑了。谢左相，看你家里还挺热闹啊。这么一看，这小家伙还挺俏皮可爱的嘛。呵呵。这家伙怎么老是盯着我看，真是不舒服。不知道这妖孽有什么目的。来人，给王爷上茶。呵呵。朝廷有谢左相辅佐，真是如虎添翼呢。哈哈哈哈！王爷过奖了，左相也是好福分，娶得3位美娇娘，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女儿。这里都行了1炷香的时间了，王爷怎么还不免礼？我得让娘帮我。谢慕言，看到这脸就心烦。娘，快帮我解围。哦，真想把他眼珠子挖出来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还行着礼呢？闭嘴，谢慕言，你少得意。老爷，婉容她……谢左相，你还有家事没处理完？夫人身体不好，你该下去休息了。还不赶紧出去！婉容，
扶你娘下去。好的，爹。怎么，本王来的不是时候？只是老臣的一些家常事，王爷见笑了。家常便是，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呢。这五王爷性格古怪，不知道怎么和他搭话好。而且，现在朝上局势十分微妙，还是不要得罪的比较好。哎呦喂，瞧瞧这是谁？谢夫人，这就要走了？也是，走路小心点啊！刚才谢老爷那么大的人，你都能撞上去，要是街上那么多白面小商，你还怎么走路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谢慕言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哼，很好，上钩了。谢慕言，我劝你最好让开，别挡道。哼，说什么身体不舒服，我看是谢左相嫌丢人，才打发你们下去的吧？娘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谢慕言，我要你好看！哼！娘，可恶！哟，谢夫人，你这是干嘛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您是长辈，这多么不合适！娘，你没事吧？谢慕言他刚刚是把脚伸出来，才导致娘摔倒的。谢慕言这丫头刚刚伸腿绊倒了娘亲。娘，哼，我就不信没法子治你。谢慕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娘亲啊？娘，你看他委屈的样子，委屈到都不肯出去扶他娘。谢慕言，谢慕言竟然害我如此不堪，我一定要出这口恶气。谢慕言，婉容，娘，你冷静些。婉容，放开我，让我打死这个小豆芽！娘亲要三思啊，万万不可啊！王爷，爹。婉容，爹，女儿不是故意为难爹，他们一回来，家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。哼，我就不信我这苦肉计还行不通。今天刚好五王爷也在，女儿就是想讨个说法。是啊，老爷，刚才你和王爷也看到了，谢慕言是多么猖狂。刚刚确实是看到了有趣的一幕呢。哇，这母女俩真能扯，也不害臊。老爷，谢夫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刚刚是您自己往我身上撞来的，为何会是我绊倒你呢？何况我母亲姓李不姓邹，何来不孝？而且我们是你们谢府请回来的客人，难不成你们谢府就这么招待客人？老爷，你看他。回去。什么？我说，给我回去！老爷，这件事情若是还有其他半个人知道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不好，老爷，我们娘，别再说了。五王爷，让你见笑了。既然爹爹有贵客来访，那女儿就先告辞了。怎么都走了？那我还杵在这里作甚？老爷，妾身也告退了。行了，退下去吧。是。哼，要是有一桶爆米花就好了，这可比电影院精彩多了。可惜这么快就散场了。虽然今天的目的没有达到，但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哼，王爷看到这样的谢慕言，对我来说还是有利的。哼，谢左相，既然话也说完了，戏也看完了，我和娘就先回去了。既然谢老爷有好好招待我们母女三人的想法，样子上最起码还是要做一些的。毕竟我娘怕吵，影响她休息就不好了。这谢府虽好，但如果不利于我娘的病，慕言，娘，哎呦，老爷，慕言他还小，你别生气。娘，我依然把这当做自己的家，慕言却偏偏一直在强调。娘，我们回去吧。今天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没给你做按摩呢。虽然现在谢昂会看在穆家雨的面子上，不会对我娘做什么，甚至会温柔相待，
但所谓本性难移，谢昂终有一日会像之前一样。与其那时让娘受到2次伤害，还不如现在就让娘死心。走吧，娘。看来还真小瞧了这个谢幕爷。刚才的表现，这完全不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应有的心智。就连我这当朝左相，也时常会有一种被这孩子耍得团团转的感觉。我还真不喜欢这种感觉，看来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了。不过这几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好，差点忘了武王爷还在这儿。王爷，这个女人居然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，还真的是很有趣呢。好一个谢幕爷！终于教完啦，这么多天照顾下来，没想到种植还挺有趣的。听姐姐说，这花草对各种病都有用，娘亲的病马上就能好啦。木心、姐姐，你们回来啦！爹爹有没有为难你们？娘，姐姐，娘，我先进去了。娘这是怎么了？你继续忙去吧，娘没事。自从到了这个身体上，还没见过李氏生气的样子。虽然身体原本主人的记忆还在，但是还是感觉没底。实际上，尽管她是左相的千金小姐，大家出身，却丝毫没有大小姐脾气。这次也同样是伤心大于气愤吧。看来娘的心病还是需要慢慢调理。算了，不进去了，这个时候让娘静静。谢小姐能让自己的娘亲说自己不孝，也是很有能耐啊。武王爷，擅闯相府私宅就没有定罪吗？难道律条对你们皇室中的人还开恩了？开恩了。那天离开富锦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还会再相遇，没想到这么快。怎么，对本王有意见？哼！怎么突然向我走来？他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再过来了！你干嘛？你是本王的王妃。哼！他的眼眸如同妖孽般蛊惑人心。你干什么？这一言不合就开跳啊！我恐高啊！有点透不过气呀。风吹起来倒是蛮舒服的。天哪，这不是少女漫画的待遇吗？他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要带你来的地方了。薰衣草花海，花香扑鼻而来，真是让人精神爽朗。我从来没有带其他人来过这里呢，却带他过来。不过薰衣草真的很漂亮呢，之前在现代也是最喜欢薰衣草。什么？你说什么草？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我也真是的，对古代人说什么薰衣草嘛？这叫罗兰草。罗兰草？我操，罗兰草是什么鬼？这颜色，这气味，不是薰衣草是什么？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吧？你确定真的叫罗兰草？是叫罗兰草。和他在一起，居然会觉得舒坦。万景看到了，一定会大惊小怪吧？王爷，你也会笑？之前也想种它们，可是忙于工作，没有什么时间。王爷，我可以带走一些吗？哦，这丫头也有温柔的一面吗？不可以。回去了。这世上还真没人敢和我要东西。什么鬼？我刚才说错了什么吗？这气氛有点尴尬啊。刚刚你什么也没看到。怎么办啊？他好像生气了。什么也不准说出去。可
可是刚才明明看到了罗兰草的啊。不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民女刚才什么也没看到，现在斗胆请王爷离开院子，以免招来什么闲话。哼，不能等他说免礼，免得和谢婉容一个下场。终于把这尊佛送走了。姐姐，娘找你。娘有什么事情找我呢？娘找我啊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看看这些房子，就想起以往和老爷的种种事情。自问对谢家毫无亏欠，为何那位曾对我有求必应的老爷，会这样残忍将我和女儿们赶出家门？你们母女3人再也不是我谢府的人，让我们流离失所，女儿们没有好的住处，而我却害了腿疾。为何他会变成这样？他是不是另有苦衷呢？娘，他是不是想得太入神了？也不好打扰他，这么干坐着也不是什么办法。帮他按摩下腿吧，也舒适一下。腿部突然有种舒适的感觉，原来是慕言。娘，你给我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，难道还要让我说第3遍吗？娘居然变得如此严厉，她的表情是认真的。是，难道是我今天太过分了？慕言，娘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娘亲当时就和你说过，不要恨你的父亲，他当时那样做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小时候，可能那个时候这个身体年龄太小了，并没有相关记忆出来啊。可是你看看你今天干出什么事情来！你惹怒了你的父亲，竟然还当着武王爷的面做出不孝敬大夫人的事情来。你倒好，逞一时之快，可是你有想过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吗？闹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你的父亲和祖母？娘大概是怪我，把我们对谢府而言只是客人的事实说出来而已。娘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对他们这样无礼了。知道就好。你病刚好，回去休息吧。今天教训的有点狠了，可是何尝不是为他好呢？让木心进来和我说说话吧。好的。从来没看过娘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跪下也好一会儿了，腿有点酸。她也终于将积攒很久的不满爆发了出来。可是，娘对那个谢昂还是有感情。娘啊娘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谢昂从一开始就是虚情假意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白风和白梅一直在角落里偷听，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人，他也一直趴在那儿。武王爷，你在那儿偷看不怕长针眼啊？本王又不曾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何来长针眼一说？哼！哎呀！好了，小家伙，不逗你了。喏，给你。哇，是罗兰草。我会珍惜它们的，谢谢。这次忍痛割爱很值得吗？没想到他的笑容这么甜。原先在离开左相府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有股想要送他罗兰草的冲动，结果还真送了。这种冲动，就像一时兴起带他去看罗兰花海一样。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谢慕言，对他母亲竟然如此乖巧。虽然谢慕言答应他母亲，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，可这样已经很难得了。对了，王爷，宫中那边传来消息了，说皇上要您共同商量事宜。知道了。喂，这丫头片子竟敢无视本王！